所有人都知道，在如今的拉力赛场上，丰田是所有人无法直视的绝对霸主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今年的 WRC2 赛场发生了一件让老车迷集体高潮的大事。有一个品牌时隔整整34年，再次捧起了 WRC 分站冠军奖杯。这个品牌曾经是毫无争议的拉力之王，它拥有10座总冠军奖杯。在它的巅峰时期，如今不可一世的丰田，曾经的王者三菱、斯巴鲁连露头的机会都没有。它的名字叫做兰奇亚。让我们关好车门，系好安全带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开车之旅。上世纪60年代，拉力赛还是一场菜鸡互啄的游戏。当时参赛厂商的做法非常朴素，从自家的流水线上随便拿来一台家用车，加固一下底盘，焊个防滚架，就直接拉上赛道。比拼的就是谁家的车皮实耐操，能顺利开到终点线。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。1971年，兰奇亚车队经理切萨雷·菲奥利奥看了一眼赛道，又看了一眼那些愚蠢的家用买菜车，淡淡的说道：我们为什么不造一台专为拉力赛而生的专业赛车呢？于是3年之后，也就是1974年，人类历史上第一台专为拉力赛设计的纯血赛车诞生了，它就是兰奇亚 Stratos。 它拥有极宽的车身与极短的轴距，搭配博通工作室设计的楔形外观，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来自外星的飞碟。采用完美的中置后驱架构，在座椅后方塞进了一台来自于法拉利 Dino 的 V6 赛车引擎。它的红线转速高达8500转，最大动力达到275匹。然而，这台完美的杀戮机器也有它致命的软肋。当时，国际汽联第4组有着一条极其严苛的规定，要想参赛，厂商必须生产并销售500台一模一样的民用版车型，这叫做量产认证。兰奇亚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，Stratos 这玩意儿根本就不是给人开的，从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过任何的实用性，视野极其狭窄，空间极度拥挤，甚至连行李舱都没有，根本就不可能卖得出去。可问题是，要怎么才能通过量产认证呢？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意大利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，他们故意拖慢了生产速度。当国际汽联的认证官员到来时，他们仅仅生产了200多台。官员们看着这200多台车，脸色当时就沉了下来。你们这是拿 FIA 寻开心吗？就在此时，兰奇亚的工作人员立即迎了上去，微笑着说道：这个停车场太小，只能停下这么多车，另外的200多台在另一个停车场。但在去那里之前，我们为什么不顺便吃顿午饭，品尝一下我们意大利的红酒呢？当这群官员酒足饭饱，来到第2个停车场时，那里果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另外200多台车。官员们满意地在文件上盖上了章。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车的引擎盖还是热的。就这样，兰奇亚用乾坤大挪移之法，顺利地通过了量产认证。原型赛车对上量产改装车，简直就是一场降维打击。1974、1975、1976，连续3年 ，Stratos 如入无人之境，轻松拿下 WRC 制造商3连冠。兰奇亚成功建立起了拉力赛历史上第1个王朝。然而，正当兰奇亚准备继续统治拉力赛场时，他们的母公司菲亚特站了出来，干了一件只有几十年的脑血栓才能做出的决定。为了提升母公司的品牌形象，推销自家的家用车，菲亚特高层强行下令，用菲亚特131取代如日中天的 Stratos 参加拉力赛。兰奇亚就此退出了 WRC 赛场，连冠之路就此终结。不过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
直到此时，他们都没有完成500台认证产量，只生产出了492台 Stratos。到了80年代，菲亚特终于放开了对兰奇亚的限制，允许他们重返拉力赛场。不过此时拉力赛场已经变天了，德国人带着外形黑科技降临了。1982年，搭载4驱技术的奥迪 Quattro 横空出世，凭借涡轮增压与4驱系统带来的强大抓地力，它毫无悬念地碾碎了所有后驱对手，轻轻松松拿下了当年的 WRC 制造商年度总冠军。从这一刻起，整个赛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：要想在 WRC 获得胜利，你必须拥有一台4轮驱动赛车。但凡事总有例外，这个例外就是兰奇亚。面对像飓风一样横扫赛场的奥迪，兰奇亚给出的答案是2轮驱动赛车037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4驱系统复杂、笨重、不够优雅。与 Stratos 一样，037也是一台从零开发出来的原型赛车，拥有与 F1 赛车一样的钢管框架底盘、玻璃纤维车身，整车重量被压缩到了960公斤。既然是原型车，那么通过国际汽联的量产认证是必须的程序。放在兰奇亚面前的有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如今的 B 组已经将认证门槛从500台降到了200台。坏消息是，意大利人连这200台都没造出来。于是他们故技重施，再度上演乾坤大挪移，成功获得了认证。兰奇亚037，它优雅、轻盈、灵活，中置后驱布局赋予了它如同手术刀般的极致操控，机械增压技术则带来了毫无延迟的线性动力。在干燥的柏油路面上，它就是无敌的艺术品。但艺术在物理定律面前往往一文不值。在所有人看来，兰奇亚想要用2驱的037打败奥迪的4驱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但兰奇亚并不怕，他们有自己的杀手锏。车队经理切萨雷·菲奥利奥是一位典型的意大利花花公子，人生中最喜欢的2样东西就是美女与赛艇。不过，他除了是一位花花公子之外，还是一位对拉力赛规则了如指掌的战术大师。1983赛季，第一站蒙特卡洛，赛道上全是那种冰雪反复融化形成的暗冰。在这种路况下，后轮驱动的037几乎可以说毫无胜算可言。但意大利人却有自己独特的方法。比赛前一天，这群意大利人买光了附近超市里所有的盐，趁着夜色将它们偷偷撒在了那些结冰最严重的弯道上。第二天，比赛开始。当全副武装、装备雪地胎的奥迪 Quattro 驶上赛道的时候，当时就傻眼了。说好的冰雪路段呢？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干爽的柏油路？就这样，兰奇亚轻松取得了胜利，并直接包揽了前2名。希腊卫城站，坚硬的碎石路面随时都能把赛车的轮胎割破。当奥迪被频繁的爆胎反复折磨时，兰奇亚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一路狂飙，再一次包揽了前2名。奥迪在事后发现，兰奇亚偷偷地在赛道中间安排了很多秘密换胎点，在轮胎被划破之前就换掉了轮胎，随后便向兰奇亚提出了抗议。意大利人给出的解释是，规则里没说允许这么做，但也没说不允许。科西嘉岛拉力赛，这里全是平整干燥的纯柏油路，简直就是后驱037的天堂。兰奇亚面对绝对的优势局，再一次选择了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派出了4台赛车，包揽了前4名。奥迪连汤都没喝到。意大利圣雷莫站，兰奇亚最大的敌人不是奥迪，而是灰尘。前车掀起的烟尘会遮天蔽日，影响视线。意大利人在这里直接玩起了拖字诀，
以各种奇怪的理由，等尘土被风吹散了再发车。兰奇亚凭借撒盐大法、换胎战术与拖字诀，在自己的主场提前2站锁定 WRC 年度制造商总冠军。这也是拉力赛历史上2轮驱动赛车最后的辉煌。随后的 WRC B 组彻底撕掉了伪装，进入了疯狂的军备竞赛模式。意大利人也选择了向现实妥协，加入了4轮驱动阵营，造出了一台将机械增压与涡轮增压结合，中置引擎与4轮驱动完美融合的终极武器——兰奇亚 Delta S4。这不再是一台赛车，这是一台披着赛车外壳的超级火箭。那台 1.8 升双增压引擎被压榨到了550匹，而重量却只有890公斤。在碎石路面上，它的100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2.3 秒，比当时的 F1 赛车在柏油路面上的加速成绩还要快。很多在后来开过这台车的人给出的普遍评价是，这台车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，大脑的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它的过弯速度。开这样的车就像与雄狮共舞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它吞噬。疯狂的代价往往是惨痛的。1986年5月2日，法国环科西嘉拉力赛，兰奇亚天才车手亨利·托伊沃宁在一处毫无预兆的弯道，这台550匹的怪兽突然失控，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冲下了深不见底的悬崖。在赛车撞击底盘的瞬间，油箱当场爆裂，在几秒钟之内 Delta S4 化为了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大火球。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，大火已经燃尽，现场只剩下了一副被烧得焦黑、扭曲的钢管车架。托伊沃宁与他的领航员就这样殒命在550马力的疯狂中，甚至连一声呼救都没发出来。兰奇亚就这样失去了他们最骄傲的天才车手。随后 FIA 直接取消了 B 组， WRC 来到了 A 组时代。规则要求参赛车辆必须是产量达到5000台以上的量产车，动力也被死死限制在了300匹。当奥迪、丰田、福特、马自达都在为突如其来的规则变化而手忙脚乱、抓耳挠腮时，意大利人却十分淡定地再一次展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。兰奇亚找来了旗下的小型车 Delta， 从旗下豪华轿车 Tima Turbo 上拿来了 2.0 升涡轮增压引擎，又从 Prisma 上拿来了4驱系统，并革命性地加入了艾普约翰中央差速器与托森后差速器。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开发测试工作，与5000台量产认证，拿出了大杀器 Delta HF。接下来就进入了属于兰奇亚的时代。在接下来的6年里，丰田、福特、三菱、斯巴鲁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却绝望地发现，他们拼了命也只能去争夺第2名，因为第1名永远被那台拥有白色车身、3色条纹涂装、引擎盖上印着马提尼的 Delta HF 牢牢占据。1987、1988、1989、1990、1991、1992 WRC 历史上迄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6连冠神话。兰奇亚似乎在用这6连冠告诉全世界，不管规则怎么变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老子就是拉力赛的代名词。然而，让兰奇亚没想到的是，当他们带着6连冠的荣耀回到意大利时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鲜花、美女与红酒，而是一纸来自母公司菲亚特的退赛通知。菲亚特的高层做出了整个汽车史上最离奇也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，他们直接剥夺了兰奇亚继续参加拉力赛的权利，
把所有的赛车预算和资源打包送给了阿尔法罗密欧。从此之后，这个手握10个世界冠军头衔，曾经让所有对手闻风丧胆的拉力之王，沦为了菲亚特的弃子，开始卖各种粗制滥造的换标车，品牌价值一落千丈，几度处于破产边缘。但兰齐亚的拉力赛基因似乎从来都没有熄灭，他们只是默默地等待归来的王者。2021年，斯泰兰蒂斯集团成立，他们并没有直接放弃这个110多年的意大利品牌，而是开展了文艺复兴计划。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让兰齐亚回归拉力赛。按照兰齐亚的计划，2026年回归 WRC2，2027年回归最高组别 Rally One。回归第1年就以2个分站冠军暂列积分榜头名，大有将 WRC2 冠军奖杯拿回意大利的趋势。虽说兰齐亚以影子厂队对战客户车队，多少有点不讲武德，但这就是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。他们似乎在用胜利向全世界宣告，曾经的拉力之王又回来了。